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又开始分享 BW 的玩具了BW 的3款一款加强机还有2款是属于这个基础机或者说更小小比例的玩具，它是弹簧变形吧，一件变形类的玩具也依旧，咱们从左边开始数鳄龟这是其中的一款示意出的鳄龟然后呢，金属变体的飞剑，还有就是这款鳄鱼威震天和蝙蝠擎天圣，两个是放到一起的，是我当时 BW 里边的亚马逊对决套装也是最早的这个 BW 里边擎天圣和霸王龙的一个早期形态但是没有被沿用。说实话，这3款里面，鳄鱼威好像我分享过，我记得我分享过蝙蝠擎天圣其实我也分享，但是这回呢，我想一想还是玩吧。然后我记得上回分享那款好像缺剑，好像是鳄龟这一款其实我也是一直想玩，因为BW 里面一个是这个鳄龟，还有一个是孔龟孔龟是那是乌龟的壳伸出来的是鳄鱼的身体那款变形也不错，也是不对称式。而这个鳄龟的变形呢，其实我更喜欢它的伪装形态，这个乌龟的那个形态非常好看因为家里也养着乌龟虽然不是鳄龟但是鳄龟的造型我也见过。这款其实尤其是那个龟壳上面的刻画包括细节等等非常赞。还有就是金属变体的这一款你为什么这么淘气不站着呢？还有就是金属变体的这款飞剑这我第一次玩。说实话，飞剑的金属变体形态其实是没有放入到动画里的，但是飞剑的这个变形非常的好玩非常好玩可以说有些变形的结构是颠覆了咱们对于飞剑这个角色的这么一个设计玩具化的这么一个设计。这款金属变体真的比示意出要有想法的多行吧，飞剑咱们先拿下去一会儿再说咱们现在先开始玩这2款一键变形。鳄鱼威咱们先拿上来先玩一玩鳄鱼威的武器就是它的尾巴这个地方拔出来。我记得之前玩的还是超叔那一款还是哪个，反正很早之前玩的了。鳄鱼的尾巴翻过来其实是一把枪鳄鱼尾巴装到这个里面，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圆环套上去的一个凸点扣，我们给它装进去可以隐藏到后边。然后这也是个机关偷白尾针，然后这个地方翻过来鳄鱼腿然后人形的这个脚底板就给它翻过来，把鳄鱼腿翻过来。其实这块它就是一个看到了吧，其实变到这个时候有鳄鱼人的意思就是这块是一个触发的一个机关就是把它放到底，整个的人形头雕包括前面这一块是完全能够给它盖住身体的。好然后人形的前肢这个就是人手臂吧，这块翻过来是鳄鱼的前肢然后嘴是可以张开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鳄鱼形态其实当时没有沿用这2个形态作为 BW 里边的这个2派领袖的伪装应该是觉得可能火不起来，会赶上了最后当年非常爆火的这个黑猩猩和这个霸王龙的对决就是整个就是能想象到那个肯定看起来比鳄鱼和这个蝙蝠要引起很多共鸣
鳄龟的这一款呢，龟壳里取下来了一块啊，这把是枪，翻进去，然后其实它是可以扣到这个里边的，就是这里，里边是有凸点扣的吧？啊，这个地方对准，放好，看看啊，怎么把这个凸点放到里边。哎，扣进去，整个这壳啊，质感非常的好。然后这一款它的变形呢，其实依旧是后边的这个乌龟的头啊，顺着这块也能够一起啊，就其实它是从乌龟的尾巴这一块这一节变成了胸口啊，然后把它翻上去。扣上啊，这是后肢啊，我们就直接给它翻下去，然后前肢这个地方看，就人形的腿啊，转过来，是这样，对，这样是对的。人形的腿，然后给它放到下面啊，放到两边吧，放到这个位置啊，这就是前肢啊，乌龟的前肢。然后鳄龟的嘴应该是能够张开的吧？我看看能不能张开啊。哎，看，好，摆一摆啊。摆的还挺惟妙惟肖的啊！其实，真这乌龟摆的形态这么其实就是人形趴下来啊。这乌龟形态从这么看的话啊，非常的惟妙惟肖，尤其这个壳非常的漂亮啊。鳄鱼这个形态其实也很完美啊。当时的老 BW 啊，其实就能够把这些细节展示的特别明显。好，这两个变完之后，咱们拿过来金属变体的飞剑。飞剑是3种形态，类似于依旧是有这个变体之后的隼这个造型，然后呢还有这个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形态，当然后边这个地方啊，大片的电镀，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一块腹肌这一块其实是它动物形态的时候的这个脑袋的后边脖子这块变成了腹肌，非常的巧妙。首先咱们先把尾巴给它翻起来，然后这个是动物形态的爪子扣在这里，好，然后人形的脚底板往下翻，然后这个地方拉开，看隼的脑袋就出来了啊。然后这里也是打开头雕，我们给它收进去。头雕这个地方收进去，其实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干涉的地方吧，应该还需要放大一些空间啊，反正放到这儿啊就可以了。然后它是需要上下看这个地方，看给它转过来是在这里，看到了吧？哎，然后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是要扣到下边，所以我看看人形这个头雕啊，怎么才能把它塞进去？好，然后这个地方双关节拉过来，凸扣上去，然后两条腿，人形两条腿啊，翻到后边。动
动物形态的这个腿，咱们翻过来，放到这里，整个的翅膀这里啊，现在是反的啊，翅膀这里旋转180度，整个扣上，盖上上面这两条腿啊，翻过来，中间的卡扣，你看人家上的这个卡扣，看没有电镀，所以不存在啊松啊那种紧啊或者那种情况啊。好，对准，好，扣上啊，这块开了啊，咱们继续给它再怼回去。好，翅膀展开，笋的这个嘴啊，咱们再给它这块推回去。其实现在的这个金属变体这个形态更像是鹰了啊，更不是太像笋了啊，这种感觉。虽然这个兽头的这个形态还保留了一种笋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它的飞机的形态呢，就是需要脑补了啊。第一步，咱们需要把这个脚底板翻过来，然后把底下这一块给它打开，这里这个地方给它撬开啊，把这个胯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往里边并到里边去，也没有一个太明显的卡扣啊，就是把两条腿并拢，然后前面的这个地方有卡扣，给它松脱开，打开，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零件，给它抠出来，这里打开，类似于像滑翔机的那一种支架啊，哎，跟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结合。这里好，这个地方也是啊，解锁开，打开，这里这个零件抠出来，对准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怼进去啊！翅膀往后翻，好，这就是它的一个类似于飞机的形态。反正怎么说呢，脑补吧，啊，只能说是脑补。这个形态其实我感觉更像拼凑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摆这个动物形态吧，我个人更喜欢一点啊。这个飞机形态其实完全看个人啊。这块拔出来，哎，打开。这后背的卡扣其实容易开的原因就是年代太长了啊，时间太长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卡扣的位点不是很紧啊。好，扣过来，转过来，找到这一点，这里给它扣上，还是摆这个形态更好一点吧。咱们看这个飞剑看的最多的还是它的这个笋的这个形态，动物形态啊，更让人喜欢一些啊。尤其到了金属变体，其实更喜欢看的还是这个造型啊。好，摆好这个造型啊，尾巴翘一点啊，然后这就是
咱们今天玩的这3款啊，鳄鱼威咱们放在这儿，小鳄龟啊咱们放在这儿。还是我总说的那句话啊，当年的官方在做玩具的时候，考虑的玩点的地方非常的多，考虑可玩性的地方也非常的多，所以做出来的玩具其实相对有些地方呢，对于还原度方面就是做的差一些，尤其还是像这个飞剑这种啊，没有出现过金属变体的，在动画里啊，反而玩具会做得很好，这也是官方这么多年的传统啊，毕竟在动画里没出现的，对于玩具化来说，可能会给你很用心去做，这一点毋庸置疑啊。行吧，咱们用这个时间回顾了当年的一些老玩具，真的很好。如果你真的对这些老物感兴趣的话，买几款回去玩一玩，你就会感觉跟现在玩具的差别会有多大，你就会爱上老物啊！我就是这么喜欢上老玩具的。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